各位长辈大家好，很多人补钙补了10几年，骨密度检查还是不达标，有的甚至出现骨质疏松的前兆，比如腰背痛、腿抽筋、容易疲劳。这时候就会疑惑，为什么补了这么多钙，骨头还是不结实？其实医师早就知道，补钙的关键从来不是多吃钙，而是让补进去的钙真正被骨骼吸收利用。今天要分享的3种补钙搭档，就是医师私下养骨的核心秘诀。不管你是20岁的年轻人，还是60岁以上的长辈，只要照住做，骨质会越来越强韧，远离骨折、骨质疏松的困扰。先说第一个常见误区，很多人觉得喝牛奶、吃钙片就是补钙，但其实没有搬运工，钙根本到不了骨骼里。这个搬运工就是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最大的作用就是打开人体吸收钙的通道，让肠道能顺利抓取食物中的钙，并且运输到血液里，再沉积到骨骼中。如果缺少维生素 D， 哪怕每天喝3斤牛奶，补进去的钙也只会在血液里游荡一圈，最后随尿液排出体外，不仅浪费钱，还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。那维生素 D 到底怎么补才有效？分2种最科学的方式。第一种是晒太阳，这是最天然最有效的途径。人体皮肤中含有一种叫7碱脱氢胆固醇的物质，只要接触阳光中的中波紫外线就能合成维生素 D。 晒太阳也有讲究，时间要选在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，这时候的阳光不强烈，不会灼伤皮肤。每次晒20减30分钟，重点晒手臂、腿部、后背这些皮肤面积大的部位，记得不要涂防晒霜，也不要穿太厚的衣服，否则紫外线穿不透，就合成不了维生素 D 了。当然，如果是夏天阳光太强，可以适当缩短时间，15分钟左右就足够，千万不要在正午暴晒，容易伤皮肤。第二种方式是饮食摄取。对上班族、老年人或者很少晒太阳的人来说，饮食补充维生素 D 就很重要。哪些食物富含维生素 D 呢？深海鱼是首选，比如三文鱼、沙丁鱼、秋刀鱼。这些鱼肉里不仅有丰富的维生素 D， 还有 Omega-3 脂肪酸，对心血管也有好处。建议每周吃2减3次，每次吃100减150克，也就是大约1块手掌大小的量。其次是动物肝脏和蛋黄，鸡肝、牛肝、鸭肝里都有天然的维生素 D， 但因为胆固醇含量较高，建议每周吃1减2次，每次50克左右就够了。蛋黄的话，每天吃1个水煮蛋，就能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D，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，非常方便。另外，一些强化食品，比如维生素 D 强化牛奶、强化燕麦片，也可以适当选择。购买的时候可以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，确认维生素 D 的含量。接下来是第2个补钙搭档，被称为骨质粘合剂的维生素 K。 如果说维生素 D 是搬运工，那维生素 K 就是负责把钙牢牢粘在骨骼上的工人。它能激活骨骼中一种叫骨钙素的蛋白质，这种蛋白质就像一张网，能把血液中的钙紧紧抓住，让它沉积在骨骼基质里，从而增加骨密度，让骨骼更坚硬。同时，维生素 K 还能阻止钙在血管壁上沉积，预防动脉硬化、高血压等问题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维生素 K 其实分为2种， K1 和 K2。K1 主要存在奶植物性食物中，比如各种绿叶蔬菜、菠菜、芥蓝、油麦菜、生菜、芹菜叶，还有西兰花、卷心菜、羽衣甘蓝。这些蔬菜里的 K1 含量非常高，而且容易获取。K2 则主要存在离发酵食品和动物性食物中，比如纳豆、泡菜、酱油，还有鸡蛋、牛奶、肉类。其中纳豆的 K2 含量最为丰富，但因为口感特殊，很多人接受不了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。那么日常饮食中怎么补充维生素 K 呢？建议每天吃500克以上的蔬菜，其中绿叶蔬菜要占到1半以上，比如中午炒一盘蒜蓉油麦菜，
晚上做一份菠菜豆腐汤，就能补充大量的维生素 K1。炒菜的时候可以用少量的橄榄油、菜籽油等植物油，因为维生素 K 是脂溶性的，需要脂肪的帮助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。如果只是生吃绿叶菜，吸收效率会大打折扣。另外，每周可以吃1-2次发酵食品，比如喝一碗泡菜汤，或者吃一点纳豆，补充维生素 K2。对占老年人来说，消化功能相对较弱，可以把蔬菜煮得软烂一些，既方便食用，也不影响营养成分的吸收。第三个补钙搭档是骨质结构师镁元素。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骨骼里不仅有钙，还有大约 20% 的镁。镁在骨骼中的作用至关重要，它能促进钙的吸收，还能参与骨骼的形成和矿化过程，让骨骼的结构更致密、更有韧性，而不是单纯的硬。如果只补钙不补镁，骨骼就会像一堵没有水泥的砖墙，看似坚硬，实际上很脆弱，容易出现骨折、骨裂等问题。除此之外，镁还能调节人体的神经和肌肉兴奋性。很多人补钙后出现便秘、失眠、情绪不稳等问题，其实就是因为缺少镁。镁能促进肠道蠕动，改善便秘，还能安抚神经，帮助睡眠，对身体的好处非常多。富含镁的食物有哪些呢？首先是坚果类，杏仁、核桃、南瓜子、葵花籽，这些坚果里的镁含量非常高，而且还含有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。建议每天吃一小把，大约15-20克，也就是10-15克左右，不要吃太多，以免热量过高。其次是全谷物，糙米、燕麦、玉米、藜麦，这些全谷物在加工过程中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，镁含量远远高冒精米白面。建议每天的主食中全谷物要占到1半以上，比如早餐吃一碗燕麦粥，晚餐煮点糙米饭，既补镁又能增加膳食纤维，促进消化。另外，豆制品、牛油果、香蕉、菠菜等食物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镁，可以搭配助吃。知道了这3种补钙搭档怎么科学搭配饮食，才能让补钙效果最大化呢？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一套简单易操作的每日搭配方案，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家庭主妇，都能轻松做到。早餐一杯温牛奶或豆浆，搭配一个水煮蛋，再加上一小把杏仁或核桃。牛奶和豆浆是优质的钙源，蛋黄能补充维生素 D， 坚果则提供丰富的镁。如果时间充裕，还可以煮一碗燕麦粥，用牛奶冲泡，营养更全面。上午加餐一个苹果或橙子，再加上几颗葡萄。新鲜水果富含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能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，而胶原蛋白是连接骨骼和软组织的重要物质，对骨骼健康也很有帮助。午餐主食选择糙米饭或杂粮饭，菜单可以安排一份清炒芥蓝或油麦菜，搭配一块清蒸三文鱼或瘦牛肉，再加上一份豆腐羹。绿叶菜补充维生素 K， 鱼肉或牛肉提供蛋白质和维生素 D， 豆腐补充钙，这样搭配钙、维生素 D、维生素 K、镁都能覆盖到，而且营养均衡。下午加餐一杯酸奶，搭配一小把南瓜子，酸奶中的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，还能补充益生菌。南瓜子则是补镁的好食材，既能缓解饥饿，又能持续补充养骨营养。晚餐主食可以选择玉米、红薯等杂粮，菜单安排一份西兰花炒鸡肉，再加上一份菠菜豆腐汤。西兰花富含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C， 鸡肉提供优质蛋白，菠菜和豆腐则分别补充维生素 K 和钙。晚餐要清淡一些，不要吃得太油腻，以免影响消化。睡前半小时可以喝一杯温牛奶，牛奶中含有色氨酸，能帮助睡眠，同时补充睡前的钙，让骨骼在夜间也能持续吸收营养。除了饮食搭配，还有几个医师从不轻易透露的养骨细节，如果忽视了这些，哪怕补对了营养，骨质也很难变强。第一个细节，远离膝盖小偷。
生活中有很多食物会加速体内钙的流失或者影响钙的吸收，比如高盐食物。过多的钠会通过尿液带走大量的钙。建议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，少吃酱油、咸菜、加工肉制品、方便食品等。其次是碳酸饮料，碳酸饮料中的磷酸会影响钙的吸收，还会破坏骨骼中的钙磷平衡，导致骨密度下降。建议尽量不喝碳酸饮料，可以用白开水、淡茶水或新鲜果汁代替。另外，过量的咖啡因也会影响钙的吸收，每天喝咖啡不要超过2杯，而且喝的时候可以加点牛奶，弥补部分钙的流失。第二个细节，坚持适当的运动。运动对骨骼的刺激作用是饮食无法替代的。适当的运动能促进骨骼细胞的生长和分裂，增加骨密度，让骨骼更坚韧。不同年龄段的人适合的运动也不一样。中老年人可以选择散步、太极、广场舞、骑电动3轮车等温和的运动，每周坚持3-5次，每次30-40分钟。年轻人可以选择慢跑、游泳、瑜伽、举哑铃等运动。游泳对膝盖和关节的压力较小，又能全面锻炼身体，非常推荐。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受伤，尤其是中老年人。运动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拉伸，运动时穿舒适的鞋子。第三个细节，戒烟限酒。吸烟对骨骼的伤害非常大，香烟中的尼古丁会影响血液循环，导致骨骼供血不足，还会抑制骨骼细胞的活性，减少骨质的生成。同时，吸烟还会降低人体对维生素 D 的活化能力，进一步影响钙的吸收。长期吸烟的人，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比不吸烟的人高很多。酒精同样会伤害骨骼，过量饮酒会抑制肠道对钙的吸收，还会影响肝脏对维生素 D 的代谢。另外，喝酒容易导致跌倒，增加骨折的风险，建议尽量戒烟，饮酒要适量。男性每天饮酒量不超过25克酒精，女性不超过15克酒精，最好是不喝酒。第四个细节，保持充足的睡眠。睡眠不足会影响人体生长激素的分泌，而生长激素对骨骼的生长和修复至关重要，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。充足的睡眠能促进骨骼发育，成年人每天要保证7-8小时的睡眠，老年人也需要6-7小时的睡眠。睡觉的时候要保持正确的姿势，不要趴住睡，以免压迫脊柱，影响骨骼的正常生理曲度。第五个细节，定期检查骨密度。很多人只有出现腰背痛、腿抽筋等症状时，才会想到检查骨密度。但其实骨质疏松在早期是没有明显症状的，等到出现症状时，骨质已经流失了很多。建议40岁以上的成年人，尤其是女性，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查，了解自己的骨密度状况。如果骨密度偏低，可以及时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必要时在医师指导下服用补充剂，避免骨质进一步流失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日常饮食已经很均衡了，还需要吃补充剂吗？关乎这个问题，答案是大多数人不需要。如果能按照上面的饮食方案，保证每天有足够的钙源，搭配维生素 D、维生素 K 和镁的食物，再加上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就能满足骨骼的营养需求，不需要额外服用补充剂。但对一些特殊人群，比如很少晒太阳的上班族、老年人、孕妇和哺乳期女性、素食者，可以在医师或营养师的指导下适当服用补充剂，比如维生素 D 补充剂，每天服用400-800 IU 就足够了。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因为需要供应自己和宝宝的营养，钙的需求量会增加，可以适当补充钙片，但也要注意搭配维生素 D 和镁，提高吸收效率。需要特别提醒的是，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大量服用补充剂，过量的钙会沉积在肾脏，形成肾结石。过量的维生素 D 也会导致中毒，出现恶心、呕吐、乏力等症状，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服用。另外，还有一些特殊疾病患者，比如肾病患者、
甲状腺疾病患者、糖尿病患者等。骨骼健康可能会受到疾病的影响，补钙和养骨需要更加谨慎，建议先发寻主治医师，根据自己的病情制定个性化的养骨方案，不要盲目跟风补充营养。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下这篇文案的核心内容。补钙的黄金搭档就是维生素 D、维生素 K 和镁。维生素 D 负责把钙搬进体内，维生素 K 负责把钙粘在骨骼上，镁负责让骨骼更致密、更有韧性，三者缺一不可，搭配天然食物摄取，安全又有效。养骨的关键在捉坚持和全面，不仅要注重饮食搭配，还要远离膝盖小偷，坚持适当的运动，戒烟限酒，保持充足的睡眠，定期检查骨密度。只有把这些细节都做到位，才能让骨骼越来越强健。养骨最好的时机永远是现在，不要等到出现骨折、骨质疏松等问题才后悔。从今天开始，把这3种补钙搭档融入日常饮食，把养骨的习惯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，你的骨骼一定会回报你，让你在每一个年龄段都能拥有强健的体魄，享受高质量的生活。也希望大家能把这些医师不说的养骨秘诀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的人重视骨骼健康，一起养出强韧骨骼，远离骨质问题的困扰。我们下次再见。